今天是2025年5月11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自己做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小功能吧。那我先把这个屏幕放下来，先看一段这个手机的录屏啊，这是用微信啊，哎呀，好，扫了一个二维码，打开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呢就可以上传自己手机上的照片啊，上传照片以后，我后边我们先看完这个啊，选一张照片。这个选择照片不一定是在 iPhone 上面，它在安卓机器下面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我选了一张照片啊，上了照片以后上传打印啊。现在这个上传界面应该是根据具体的不同的活动，然后做这个界面做一定的改造啊。这个照片上传上去以后，那我们就可以看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我拍摄的啊，那我的打印机呢就会全自动的把这个选择的照片打印出来。注意，它加了右下角加了什么东西啊？加了一个水印啊，加了一个水印。哎，看这个叫什么？老韩谈编程啊，加了一个水印。那这个系统主要就是用于在一些活动的场所啊，可以做这个全自动的这个打印机。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介绍一下它的实现的过程，还有一些主要的技术结构。如果你不想看这些技术结构，那就别看了，后边确实比较枯燥无味了啊。数据的结构、流程结构，我们把这个弄小。这儿有个小 PPT 哈，就这一页比较有用啊。看一下。那么首先是一个人啊，拿着手机。这个手机不管是 iPhone 还是安卓都是可以的，就是 iOS 系统或者安卓系统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通过 Web 方式、浏览器的方式把这个照片上传到这个云端的。那么这个上传过程呢，其实我们刚才有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就是做的那张宣传的小的图片。这个宣传图片里边有一个二维码。其他的部分都是自己爱怎么设计的，对吧？这个二维码实际上是一个网址，这个网址呢就是用于上传，要打印照片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啊，这个网址，在网址里面就可以选择这个照片来进行上传。这个刚才我们那个视频，我们看一下啊，在这儿，那这一扫描，哎。扫描到这个二维码，注意现在这个界面啊，现在这个界面实际上就是正在打开这个二维码所连接的这个网址啊。打开以后，这是网页的内容。那刚才也提了一句啊，这个网页的内容呢是要根据具体的活动、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编辑、来进行修改的啊。好，当这个照片上传到云端以后，那么云端呢就记录了这张照片。那么我这边下边呢左下角有一台这个服务器，这台服务器呢实际上现在就是拿我的笔记本来做的啊。这个在这个服务器上，在这个小笔记本上将会运行我们这个第二部分程序，就是一个 macOS 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会不断的到云端去看。去寻找有没有待打印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如果他发现了待打印的任务呢，就会把任务拿下来，把照片拿下来，送到打印机自动打印出来，完成以后，打印完成以后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再把打印的结果信息送回到云端去显示。那么我的程序呢，主要集中在两块，一块是在这个云端另一块呢是在左边的这个 macOS 上面。服务器端云端，那云端采用的是 Django 啊，主要是用 Django 来写的这个服务器端。那我并没有用 Django 的最新版本，是因为我学 Django 的时候大概就是 3.1.3， 然后一直就没有升级，用的比较熟了，因为更高的版本可能会对低版本的代码有些不兼容。那没关系，就是都差不多啊，这个反正是Django这样的一个体系。对应的 Python 后台是 Python 3.8.10，然后用的服务器呢是 Ubuntu 20.0.2。
Web Server 前面加了一个 NGX 1.18，那么这几个平台通通都是开源免费随便使的啊，这个尽管用，不用花钱。然后我这里介绍一下我们 Django 的后台。现在看到的就是 Django 提供的内置的这样的一个 server 管理啊，我这里边左边这边只建立了一个 task 这样的一个 model 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里边我开通了 admin 来进行这个数据的管理。我们会看到它现在这个数据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当然现在看到的已经不是 admin 里边默认的那个样子啊，我设置了一些只读属性，一些额外的一些链接显示，这是就是打印完的，这张照片已经打印完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状态是我可以进行修改的啊，进行修改这个状态。因为比如说我把它变成未处理，我把它状态强行改成未处理，那么我再启动这个可烂端，就是 macOS 上的程序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任务拿到本地再打印一次啊，一个小小的管理功能。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我记录了所有请求者的 IP 地址。那么我们后面就是在 Python 代码里面加了一个控制，就是当你这个 IP 地址第二次请求打印照片的时候，我会把它停掉，就不让你打印了。这个代码简单的看一下，在 module 里面，在 will 里面应该有这种啊，你看。实际上我扫描以后请求的就是这个页面。请求这个页面，如果你是 post 的方式，就是你把照片传回来的方式，那么走这边，走这一堆代码。那么大多数情况就是你刚扫描二维码关了以后，它应该是走 else， 直接返回了一个模板界面啊。这个模板界面就是也是 Django 特有的这样的一个格式。那如果你是 post 上来一个照片，那么我这里边把照片内容拿出来，等等，在这里处理，存到本地，等等处理，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照片，注意在这儿啊，拿你自己的这个发送照片的这个 IP 地址，拿这个 IP 地址，然后如果这个 IP 地址，我们看在哪儿呢？这是 save， 然后这儿啊，如果你的这个 IP 地址已经存在了，那我就会给你返回的信息就是提醒你的照片已经打印过了，我们不能为你打印，联系管理员是吧？实际上在后台，你的这个上传的照片就被制成了 W 模式啊。这个 W 模式在后台我们理解成就是代收费模式啊。这个选择框我写哪儿了？我是拿程序解析的是吧？哎，不管它了。代收费模式，如果是直接可以给你打印的话呢，那我应该是制成了 N 模式啊，就直接 save 完了就是 N 模式，我哪儿记了啊？默认就是 N 模式啊 ，normal。后边这几个函数呢，是我自己的打印程序，就是在 macOS 上运行的打印程序，和服务器之间进行通讯。比如说拿到这个 list 啊 ，let's printing 不是 ，tax printer 不是啊，这个就是拿到 list。拿 list 的时候，我只拿它的 normal 状态的，就是待处理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按照 created date 排序啊，然后把这个任务拿走。拿走任务以后，并不是立即就打，不是你拿了几个就打几个，而是说在跟服务器通讯说 let's printing， 就是让我来打印某一个具体的一个任务吧。为什么要有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打印机呢，可以接2台打印机、3台打印机、无数台打印机，对吧？那到底这个任务给谁啊？那么这个会返回一个成功啊，或者是返回没有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这里边要再次检查，说你现在的这个任务是不是已经有别人拿走了啊？这是一个叫什么问题？叫什么？防止这个2个打印机把一张照片打重了啊，这样的一个处理啊，在这里处理，好，应该是判断了一个状态值吧啊，判断一个状态值，然后给它打印出来。打印完了以后，同样送回一个数据来，就是告诉我是打印完了还是没有打印完啊，并且打印的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打印结果是对还是错 ，task ID， 然后 printed allow， 对，这置在这个服务器端。
这是告诉打印成功了啊，这是告诉打印失败了啊。比如说这个打印端因为缺纸啊，因为人工取消啊，传回一个错误的信息。这些通讯全都是通过 HTTPS 协议进行通讯的，是由 macOS 端发起的一个请求通知这个服务器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 macOS 上面不是这个 Django 的一个小应用。简单说一下 Django 啊 ，Django 就是我这个工程里面它建立了一个 task 一个这个叫什么 app， 它叫 app， 其实就是有点像一个类一样。在这个类里边，它的类结构写在了 modules 里面啊，这个 modules 里面它有啊这儿呢，这 N 模式就是未处理 ，P 是打印中 ，W 是待付费啊等等这种 choice 的这个一个类型啊，这是它的类型，然后底下是一些 module 的这个扩展函数啊。因为这个 Django 是典型的数据层、逻辑层、表现层3层分立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一种功能吧，很强大。然后 admin 呢，就是填写了一些配置，这些配置呢就用于把这个标准的 admin 显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这个标准的 admin 应该是这样的，像这个内置的这个用户管理是吧？用户管理啊，这才是它的标准。根据不同的需要简单配置一下就可以，所以 server 端是不用写什么代码的，这是我觉得 Django 很好的一个地方，也可能是我用熟了。据说现在 Angela 也很厉害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我的 macOS 是如何取任务和驱动打印的。在这一段呢，就介绍我这个 macOS 上的一个应用程序啊。这个应用程序它主要就是要设置一个 server，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它默认的这个地址就是我自己部署的这个 server 啊。设置这个域名和这个具体地址不用设置，因为我自己会拼在这个域名后面去取任务等等这些地址。一点 start 以后呢，它就会到服务器上去找任务啊。这个呀，是不是我刚才把那个设置成打印中？你看，设置成打印中了，它就下载了这张图片，然后修正图片完成，给图片上水印、打印等等等等等等。现在呢，它应该已经把这个打印任务放在了我的打印机队列里啊，在这儿，你看它的打印机队列已经要打了。啊，打印机没有开，我们就省这张纸了哈，不打了，把它取消了。好，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一定要说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的 server 端现在是 macOS， 其实是 Windows 下也是可以的，因为我跟 server 端跟云端的通讯呢是通过 HTTP 协议来完成，只不过把拿到的图片在本地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加工，送到打印机去。那么在本地的这个简单加工比较有意思，也是我写这个小工具的时候最费劲的地方啊。我们把它停下来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设置。哎呀，说不就拿个图片吗？有这么费劲吗？还真有啊。首先打印机啊，这个打印机是可以选的。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在未来的想象中，就是我一台笔记本我会带若干台打印机，比如说有的打印机负责打 A4 纸，有的打印机负责打这个5寸相纸。那么不同的这个任务啊，送到不同的打印机去啊，省得冲突啊。第二个就是纸张啊，这是打印机支持的纸张。现在这个我放的就是这个4×6的这个相纸啊。这是基本的打印机设置。接下来我们看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巨大的 preview 啊，这个 preview 里面有两项功能，一项是它右边的，我们看到这有一个 source，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个人呢发现这个打印出来的照片它的颜色是偏淡的，这种偏淡不是说你对一张照片进行故意的调一下子然后就好的。它可能是因为我的显示器和打印机的一些固有的一些变化。我曾经咨询了就是这台打印机啊，佳能 G3000 系列打印机的客服，我说我打印出来的这个照片质量不好，你们有没有办法？他直接给我推了一个，然后影楼要用这个，一看售价18000啊，算了。所以我就简单的加了一点设置，啥意思？就是我对用户传上来的照片饱和度从1变成 1.05， 就是加了 5% 的饱和度，亮度也加了 5% 啊，对比度加了 13%， 这是我个人建议的一个增加值。当然你要真用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调，这个调完了以后左边马上就跟着变啊，你看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弥补一下自己这个家用打印机对于打印效果不好不够理想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操作变化啊。你看，把亮度给降下去。那么它只是一个叫什么叫通用的这种调整。如果你想对照片进行个别调整，那仍然是在上传照片的时候，在手机端上传照片的时候来完成啊。reset 啊，这样还是加一点好，加多了，我觉得还是有点不方便调，慢慢来吧。如果有需要找我联系啊，我给你们改一改。没需要就算了，就不改了。啊，在 macOS 上进行照片的这种色调控制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写这方面的代码啊，还费了我点劲啊。然后再看左边，左边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个活动嘛，对吧？你活动总得自己留下点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水印功能。首先我们看这个水印，你可以移出去，你也可以给大家不打水印嘛，对吧？然后我是建议一定要加一个水印的，我这里提供了2个，大概做一个水印就可以。放上以后呢，你可以选择水印所放的位置啊，左下右上啊。你比如说放左上的时候，它这个左边太居左了，对吧？怎么办呢？就把这个水印文件呀，左边啊多留点这个空格啊，不是多留点空间，哎，这个字儿就不居左，不顶在紧左边了啊。当然我这个样子也做的不太好，应该左右都留出这个叫出血是吧？叫出血。哎，这样设置就可以了。那么打印出来的照片呢，就会含这个我们设置的这个水印。你可以根据活动不一样，根据这个主题，比如说你可以改成水印，改成这个叫什么某某物业公司敬赠啊之类的，好吧，都可以。好。技术部分介绍差不多了，顺便提一句，就是这个软件本身，我现在放在 GitHub 上是开源的。如果你没有 macOS 的一个 Xcode 开发工具的话呢，你可以直接下载我自己已经做好编译的这个程序啊，已经做好的编译的程序，找不着也可以找我啊，就是我在 GitHub 上有编译好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还没有关，谢谢。那最后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开发的这个平台，就是 server 端的这个叫 Django 是我用的最好的 server 端的开发工具啊。这个 Django 它的网址是djangoproject.com 啊，全英文的啊。另一个呢，就是看一下我自己就是这个 FlashPrint 现在是开源的，在 GitHub 上面有开源项目。如果你不想这个自己编译这个 macOS 程序呢，可以从这儿直接下载这个 release 的这个版本啊。我提供了已编译好，有我开发者签名的这样的一个在 macOS 上运行的打印驱动这样的，不是打印驱动，叫什么？打印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吧，打印执行的这样的一段代码，一个程序在这里。那么下载这个工程以后，在 Django FlashPrint 这里面是完整的这个server 端部署的Django工程，这个Django工程里面有一些额外的哈，就比如说这个 flashprint.hamj.com， 这是我的一个Nginx 的一个 server 设置，然后这2个是我的这个 SSL 的一个加密设置啊，叫 HTTPS 的啊，这个叫什么 HTTPS 的这个控制的2个文件，还有这个.sh 是 server 端在 Screen 下面执行的一个批处理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么这个系统本身是 MIT license， 也就是所有的非营利组织机构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如果你认识我并且希望用起来的话呢，特别是我们小区里边如果组织一些6·1活动什么的，我非常愿意参与，非常愿意作为这个发起方吧，我愿意把我打印机拿出去，帮大家一起来实现一个更加和谐的一个社区环境。谢谢，今天就到这里。